我们最后再把这点看完，我们休息一会儿啊。就是这个18章刚好提到这里啊，就是说，因为这里要简单提到这个十诫的问题，因为你看耶稣在这里讲，他说我都做了啊。这里面几个难点，第一个就是耶稣为什么说你称我是良善的，这是一个啊。他说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。第二个他说诫命是小的，人讲了十诫，但是十诫你看它里面没有全部提到。啊，是吧？那这个，这个怎么来看？是吧？你说，这个人还不错呢，十诫至少遵行了5诫，是吧？那到底这个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律法？那而且这句话后面呢，我们也写出来，后面是什么？后面你要撇下妻子、父母、儿女等等，对吧？你才能来跟随主，不然你不配做主的门徒。哇，这个是中国文化里面很抗拒的一个经文，你怎么能让我不孝敬父母嘛，是吧？好，所以你看，这里面很重要。所以我们讲讲这个十诫。首先十诫呢，我们叫10个，对吧？你怎么分？是4-6分还是5-5分？好，4-6分就是说前面4条是一组，后面6条是一组。5-5分呢，就是前面5条是一组，后面5条是一组。那第5条就是这里耶稣说的当孝敬父母。有的人认为说是4-6分，因为前面4条讲神嘛，对吧？跟神相关。后面呢，都是讲人的伦理。那么，但是呢，如果你看犹太人的传统，比如说不管是约瑟夫啊、菲罗等等他们这些犹太传统当中，他们提到律法的这个就是这个分类的时候，都是5-5分的，就是前面5个，后面5个，所以第5条应该是属于前面，不是属于后面。所以讲到十诫不是有2块法板嘛，是吧？有的人认为这2块法板呢，就是一个法板上是5条，另外一个法板上是5条。有的人认为呢，法板是一个就是2个都是10条2个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是立约嘛，上帝拿一份，然后摩西拿一份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就是这个5-5分的为什么呢？我们首先看第10条，我们再看第5条。第10条是十诫里面最特殊的一个诫命，也是耶稣在这里没有提到的。他说到底孝敬父母，这第5条嘛，对吧？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这6、7、8、9，所以耶稣提到的是5、6、7、8、9。第10条没有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第10条可以说你犯了这一条，你就是犯了所有的条。因为第10条是你不可贪恋别人的一切，讲白就是你不可贪心嘛，是吧？这个跟前9条很不一样，因为前9条都是可以透过你的行为来定你的罪的，就是说你前面9条都会有具体的行为、行动、外在的行为来直接判你的罪，对吧？你有没有造偶像啊？你有没有这个妄称耶和华的名啊？你有没有守安息日啊？你有没有孝敬父母啊？奸淫、杀人、偷盗、做假见证，这些全部都可以按照具体的行动行为来判你的罪，唯独第10条没有办法，因为第10条是贪恋嘛，贪心嘛，是不是？那这个你怎么能知道呢？是吧？你说这个有人犯了10诫那你拿到法官面前，拿到摩西面前去判的时候，第10条怎么判这个是你头脑当中的心里面的东西，是吧？我贪心，我看这个别人家的房子很大，我贪恋他的房子但是我也没有去抢，是吧？我也没偷，我只是心里面贪心了一下，这已经触犯这条10诫了。所以神其实把10诫放到第10条诫命放到最后
其实就是给这个犹太人啊一个就早就告诉你了，十诫你是遵行不了的，你不要想透过你可以遵行十诫能够得到永生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第10条诫命就是一个没有办法遵行，也没有办法去就是说去在法庭上去判断去应用的一条诫命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你要知道。所以当他们问我该做什么事承受永生的时候，耶稣连这条提都没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你提了你做不到。而耶稣后面说你把这个一切变卖了一切然后呢分给穷人，其实这就在展现什么？他根本没有遵行第10诫，他还是贪恋他的财物，对不对嘛？他还在敬拜他的偶像，是吧？所以你看耶稣用一个问题他可能真的从奸淫、杀人、偷盗、作假见证、孝敬父母这些真的也许他没有在行为上没有犯，这也是他这样说我从小都遵守了，是吧？可是耶稣其他的没有讲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这些他遵守不了，所以耶稣就用一个问题一个挑战让他意识到他其实没有做到。他以为诫命从小他都遵行了，但其实他没有做到。而这个呢也其实让所有的犹太人看到这个的时候都要反思，你们都做不到，因为第10条诫命你们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到所以这个第10条是一个这个贪心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可以看到6、7、8、9这几条诫命，如果你归根结底你到就是说你找到背后的原因，其实都是第10条。因为6、7、8、9讲白了，你背后的动机那不还是贪恋吗？你贪恋别人的妻子，贪恋别人的生命，你贪恋别人的东西，你才会贪恋自己的名声，你才会去奸淫、去杀人、去偷盗、去做假见证、陷害人，对不对嘛？所以基本上包括祭拜偶像也是一样的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5章说，你贪心就是跟拜偶像一样嘛，对吧？所以6、7、8、9这些不是违背了人和人之间的这个伦理的这个法律，而是直接得罪上帝你敬拜别神所以这个才是就是说你可以说这个6、7、8、9可以说都是这个第10条的一个外在的一个应用的表现。那这里就要解释就第5条，其实第5条是最难解读的，就是孝敬父母这个地方。因为我们刚刚看1、2、3、4也是就如果你这个专门的敬拜神，是吧？你这个第10条你不去贪恋，你不去拜偶像那这个没有问题。可是第5条讲到这个孝敬父母的时候，你怎么跟上帝连到一块呢？是吧？前面都是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我们都看到都是跟神直接联系的，是吧？你6、7、8、9你如果违背了，你是直接得罪主。1、2、3、4更不用说，更是这样。那第5条呢？孝敬父母这个怎么办呢？所以这个你要回到原来的这个出埃及记20章讲到这个10诫的时候，讲到第10诫的时候，讲到第5条的时候比较有意思你们可以去看，他特别讲孝敬父母，而且还讲什么？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面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面前的日子长久，是不是大家还记得这个说是第1条带着应许的诫命，对吧？那这个第1条带着应许的诫命他在讲什么？他是不是说你只要孝敬父母你就可以活的时间长如果你看第6章的时候这个第5章的时候不是重生的10诫嘛重生的10诫，然后呢讲到这个孝敬父母，是吧？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所以这里你要知道，它并不是说你在这个地上活的时间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第6章接下来摩西就说了，什么叫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？
第6章一开始就提到说什么？你不要遵行我这些律例典章，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。是什么日子得以长久啊？是你在那流奶与蜜之地，看到没有？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什么意思啊？是这个应许之地。所以在孝敬父母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，这里指的是应许之地啊。所以讲白了，就是说，如果你遵行这个律法，上帝呢给你的应许之地，你就可以待得久。你呢要是不遵行律法啊，那你这个应许之地你就待不久了。所以并不是指你活的时间长，你的寿命长，而是指你在应许之地上你可以待得长久。大家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它指的是应许之地。 OK， 好，所以第6章其实就是解释了第5章啊，这个第5条诫命啊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在应许之地可以待得久呢？因为你想，为什么孝敬父母？这个原文它是讲这个尊敬，是吧？敬重。因为当时的律法是透过什么传承下来，一代一代的？那就是透过父母啊。那摩西不断的强调啊，父母要用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对吧？要谨守遵行神的律法。所以父母传讲律法，你听父母就是听神的话啊，你就可以在应许之地得以长久。如果你看《申命记》30章以后，摩西就预言以色列要从应许之地就要被驱逐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听神的律法，他的儿女长大了不听，是吧？那你这肯定待不久嘛。啊，就像中国人说的富不过3代一样，是吧？你到后面你就待不久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律法呢，你看到它不是一个道德层面的一个教导，它最终都是回到什么？回到你跟神的关系当中啊，回到可以说实践的每一条其实都是同义词，都是这个也是路德说的啊，就是10条诫命其实就1条，就是第1条，就是敬拜神啊，你要单单敬拜你的神啊，其他的都是在讲你怎么敬拜神。你如果第1条没有遵守，你后面9条全部都是触犯啊，所以这个是讲的这个律法。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却以为说，哎，我这个可以遵行这条，他们以为他们都能遵行，但是耶稣呢，就让他们发现他们其实什么都遵行不了。好，这才是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其实根本没有在敬拜神。这也是为什么到约翰福音，你看，耶稣跟这些法利赛人直接就说啊，你们的父是魔鬼，是吧？哇，一下子就让他们可以说从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就开始动摇了，就是你们以为你们在敬拜神，其实你们一直都在敬拜魔鬼，你们根本都不是在敬拜神啊！这个对他们来说，那个是打击，真的是一个颠覆性的啊！好，所以这是这个耶稣讲到这个律法。好，那么这个良善的夫子呢，他为什么称为良善呢？因为如果你认为耶稣说除了神没有良善的，所以耶稣会说，如果你认耶稣是良善的，那么你就认为他是神，因为你知道除了神没有别人是良善的。那如果你认耶稣为神，你就不能违背神的诫命，尤其是第10条。而这个有钱的官呢，他就不肯遵守第10条，他不愿意跟随耶稣，所以他的财富是他贪婪的一个对象，是吧？耶稣就说你要跟从我，你不要贪心啊，因为我是神，你要敬拜我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耶稣就用这样的一个挑战，让他明白说你根本没有单单的在敬拜神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耶稣都不用讲，他不需要讲自己是神啊，他就是把这条第10条把这个诫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啊。如果你认为耶稣是神的话，你称他为良善的，那么你就应该来跟随他，来听从他，来单单的来敬拜他，是吧？这个才是这一段就是说对不仅是对这个犹太的这个有钱的官，更是对当时所有的犹太人的一个挑战啊，让他们重新认识耶稣的身份。好，这个是简单提到，刚好
啊，提到这个十诫哈，在这里。好，那我先停到这里哈，大家有什么问题？所以老师他这里说你还缺少一件，这里的这个缺少一件，并不是实际的那种贪恋别人的东西，而是他心里面其实就拜马门，他依靠的对象是马门，以至于他因为这个钱财的缘故而不愿意来跟随耶稣。他其实是对，第一戒，是犯了第一戒吧？没有敬是拜。是，嗯。对，就是让他知道他其实根本没有在敬拜神。对，所以主耶稣这里并没有否定他是良善的那一位的嗯意思吧？嗯，没有。他的意思就是，如果你成为我是良善的，因为你也知道只有神之外没有是良善的，那么你称我是良善的，你就应该把我当成神才对啊，是不是？你就应该跟随我才对啊，你才应该敬拜我啊。那你最后选择的是钱，不是神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就是他的问题。因为这个问题还是回到我们刚才，你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，你做不了什么啊。耶稣就用这个挑战让他们知道他其实做不了什么。